南京保衛戰的侵華日軍將領最後都是什麼下場？說起南京保衛戰和之後的南京大屠殺，至今都讓人心痛。1937年淞滬會戰打完，鬼子緊接着就把槍口對準了当时的首都南京。我們中國軍人儘管拼了命的守，可終究没扛住，南京淪陷了。之後的事情更是惨絕人寰。今天我們就来聊一聊當年进攻南京的那些日軍师团長级別以上的将領，最後都落了个什麼下場。先說头號戰犯松井石根，這個老鬼子是個中國通，在中國混了30年。淞滬會戰一開打，他就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出發時就叫囂，無論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後來他更是擅自下令兵分3路進犯南京。城破後，在他的默許下，日軍在南京展開了長達6周的大屠殺，30多萬同胞遇難。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朝押監獄伏法，算是罪有應得。再來說說昭襄公鳩彥王，這人是裕仁天皇的親叔叔。攻破南京的關鍵時刻，他臨時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指揮，下達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幕後黑手之一。更可氣的是，戰後他因為是皇族，竟然逃脫了審判，還活到了1981年，真是便宜他了。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他指揮的第6師團等部隊都是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尤其是第6師團殺害中國軍民達6萬多人。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追加為乙級戰犯，不過這家伙命好，早在1945年初就病死了，躲過了正義的審判。還有第9師團長吉住良輔和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武。中島今朝武的第16師團是南京大屠殺中罪行最重的部隊，屠殺人數超過了其他部隊的總和。那個臭名昭著的百人斬競賽就發生在這支部隊裡。這倆人在戰後也都因為種種原因逃脫了懲處，一個1963年病死，一個1945年因尿毒症病死。第6師團長谷壽夫，他的部隊最先攻破中華門，入城後他不僅縱容部下燒殺搶掠，自己還親自提刀殺人，甚至強姦中國婦女。他在戰後被引渡到中國，經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於1947年4月26日被槍決。另外還有第18師團長牛島真雄和第114師團長莫松茂志。牛島真雄縱容部下燒殺，戰後被列為戰犯，1960年死去。莫松茂志的資料不多，但知道他指揮部隊在雨花台屠殺戰俘，戰後情況不明，也是1960年去世。